受太平洋东岸浪潮冲洗的加利福尼亚州，是北美大陆最西的疆界，也是东方与西方的门户。这里有山有水，景色如画，尤其是像一幅中国画。我是李德言，在加利福尼亚州卡莫尔向各位观众报道。中国画对世界艺术界的影响极大，但是把它介绍到国外去的往往是西洋人。现身说法，在欧美艺术中心，与毕加索等等不世出的大艺术家们互相观摩切磋的，只是张大千一人。我的心情啊，向来是很懒散的，什么事都不大用心，听其自然。所以画画的时候呢，我自己没有一个规定的怎么样要画画，就是兴致来了就画画。不过呢，这画画呢，在未动笔之前呢，自己心里头呢，还是有一个理想的典型在那里。所以今天嘛，比方说一张纸放在台子上嘛，要想画一张山水嘛，大的主题的下笔之前已经是有一点定规了的，期间的小曲折呢，才是最后的呀，应该加应该减。所以我不是有一个固定的方法，所以我从来呀，我的时间也没有固定的，我画的方式也没有固定的。不过说是没有固定的，也是有一个，也是有固定的样子。这个画画的时候，也不必勉强要抽象。你到了那个时候啊，它自然会超乎这个现实。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我最相好的朋友啊，在台湾写文章的这个陈定山呢，他比我还大一点，他看起很年轻，但是比我大。等到我30岁的时候啊，他就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去劝我。他说啊，大千呢，你这个专门画石头啊，都没有你自己，你看你什么都跟石头一样。所以我当时我没在报上写文章，我自己跟他那个找同意我的，我说，因为我的功夫还没有到。我说这个我们中国的理论画呢，不是拷贝，就等于念书。现在咱们读白话文也好，文言文也好，一定要念书吗？我说我现在还在念书的阶段，我不是要抄古人的文章。我说，比如说韩文公《晋我语文》，这是最有名的文章，我不能够说抄下来了就改成张大千的名字，就是张大千。我说不是，先不过借他这个路啊。我认为我们开了一条路，我们这念书就是走这条路，走得最高，你那个山顶上才可以四面的望。所以在年轻的时候，我是主张用功的，要主张学中国话也好，学西洋话也好，我想应该要向着从前的这些大家呀，我们要向他学习。然后呢，到了最后呢，写我们自己的胸襟，我一个人的见解怎么样？张大千先生早年在敦煌石壁所下的功夫，本已闻名于世。这些年来遍游全球，融汇中西艺术精华，出神入化，不单是中国，也是世界艺术上的一大功臣。方才各位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，是他在加州卡麦尔新居作画的情形，以及他对技法和画派的解说。记者访问张大师的第2部录影将在另外一次时间播出，敬请各位收看。
我是李德言，从华盛顿向国内观众报道。前一时，记者在西岸加利福尼亚州卡迈尔访问了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。张大师现身说法，谈到他个人作画的心得，也谈到青年人学画究竟应否走向抽象派那条路。那一天，我们也谈到了别的问题。我问张大师，绘画究竟可不可以分中西？如何分法？因为我对于西洋画呢没有研究，不是不喜欢他们不去研究，因为我觉得人生呢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我们自己国家的固有的东西呢我们都还研究不完，所以我就没有精神分到那方面去学西洋画。但是我对于别个国家的画，我是说是龚定安先生的诗，但相尊重不相思，我们很尊重他们的，可是我没学过。但是据我一个人的理想呢，在普通一般呢可以分，这是东方的画，这是西方的画。我想到了最高的境界没有分别。所谓是这个普通的分别什么呢？风俗习惯不同，用的工具不同，所以画出来画就那样。说这是西洋画，这是中国画。我想最高的时候用油画的画方法，我想一样的可以画中国画。那么用毛笔、用胶水、墨水一样的可以画西洋画。所以我看到这个外国的画呢，我们虽然没研究呢，我们看见是大名家的画了，我觉得他们的出发点呢、用意用心呢也还是一样的。所以在我一个人的想法呢，不必要严格去分有东西之分，到了最高的境界是一样的。是。大师，您看中国画要走上哪一条路？比如像现在的抽象派，或者是更新颖的画派，对于中国的绘画会不会有什么影响？至于讲到这个抽象画呢，不是现在才有的，在我们中国最早就有的。我们中国讲书画同源，写字跟画画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拿在荷兰允许出来的这个甲骨文的这个字你就比方说马、羊、虎、狗，什么日月、鹿这种都是画，就是现在的抽象画。所谓抽象这呢，就是把这些没有用的东西不要了，取它那点精华。所以我抽象画中国最早，现在所谓从前玉柱九鼎呢，它上头就有这个山林里头的这奇奇怪怪的东西都住在上边。现在我们是看不见了，但是我们呢就拿这个殷墟的这个字来看，知道这个画就是抽象的。那么一直到了这个战国时候春秋时候这个老子的学说，他所讲的都是我们抽象化的道理。他说以貌取神，普通的面貌不要，这是抽象。他又说无相之相，没有相当中有相，所以不必一定要就相这个东西，但是有它的精神在，所以这个也是抽象。他还有两句话说的最明白，他说得其环中超以相外。我们现在这个圈圈里头做功夫最后跳出圈子了就好了嘛，那就是抽象了。封建，全世界宠物大师的人无不关切您的健康，但是您看来精神仍然是很壮健。对，这不是我也是趁大家朋友太爱了，我能国内国外的朋友都非常之关心我，我非常之感激。我这些年来别的身体都没什么不好，就是眼睛有一点毛病。眼睛的毛病呢，是因为我有糖尿病。糖尿病这个血管硬化就在眼球后边血管破裂了，所以呢，这眼睛有点糊涂。这回在国外也经过了几次的治疗，现在又再要去治疗。我现在画画呢，就不抽象而自然是抽象了。
我眼睛看不十分清楚，完全是我心里想着的意思画出来。哎，那么其他的身体都很好，也能吃，也能走哪儿，也能说话，是吧？我今年是已经说，我们中国说起来，我都73岁了，是吧？总算是这个托大家同意的这个我身体很健康，就是眼睛差一点点。老师，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让我们来访问你，谢谢张大师。哎呀，好说这个趁你们太爱周远呢，哎，来看我，谢谢大师。哎呀，中国古诗《太史公司马迁》由名山大川，文章有奇气。他做的《史记》成为中国的伟大杰作。张大师的足迹，他的心灵和慧眼所到的地方更为辽阔。他的话不仅表达了中国的文化精神，而且对沟通中西文化更有莫大的贡献。我是李德言，谢谢各位收看，下次再会。